划算的淡季出国旅游系列，这集来到了日本西九州的佐贺与长崎。因为是淡季，航空公司推出了5天4夜来回只要3999的清仓机票，含行李含餐，所以我们临时决定出发，几乎没有做功课就踏上了这趟旅程。这集会带大家走访佐贺的5雄经典景点，以及较冷门的太良。沿途会经过充满小镇风情的旧石塑厂，喝免费清酒，还会到海边的牡蛎小屋炭烤海鲜、看海景。虽然日本统计说佐贺是最无聊的县，但跟着这一集走下来，你会发现佐贺一点也不无聊哦。这里是位于鹿岛市的肥前冰宿。那这边呢，据说是日本的6大宿场之一。之前我们其实去过了很多日本的宿场，像是中山道啊、奈良景宿，还有三国街道。那这次呢，来到这个附近，想说，也顺便把它收集起来好了。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宿场。之前有看过影片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对于新观众呢，这个应该是陌生的。宿场就是呢，如果你要从一个城市往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话，以前交通不方便，都只能用步行的，所以呢，你在中间的地方呢，需要找一个地方做住宿。那宿场呢，就有点像是这样子一个很多住宿的一个集合的场所，什么龙门客栈聚集地那种感觉。他们这种宿场啊，旁边都会有水沟，而且超干净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好。我刚刚看到水沟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你应该会给他一点篇幅。一定会的，因为真的是觉得那个落差感很大。落差感你没有？就台湾可以进步的空间啊！你看这个水质，台湾超爱逛老街的，在日本绝对不会放过。对，但是来到这边呢，反而它周边的商店不是太重点，而是在于整条街道的江户风情。你来这边拍拍照啊，绝对是会觉得很开心的。鹿岛市呢是以酿造之都所闻名的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酒造厂其实都集中在肥前冰宿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走到街道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卖清酒的店家，其中呢又以郭岛清酒闻名，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呢，可以去找找看这个清酒啊，买一个纪念品带回家。出现了，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郭岛，那这边呢除了卖酒之外，还有提供住宿还有咖啡的服务。看这个屋顶是茅草屋，有没有很像合掌村的样子？蛮像的。这家店叫做肥前屋，可是它没有卖鳗鱼饭。那这家店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免费的试喝5种清酒。我刚才就是被一个文宣小招牌给吸引过来。清酒我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可是看到美酒我就想买了。这个应该是个软糖。要来喝酒了，这边有分无料试饮跟有料试饮。那有料试饮看起来它的酒款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点，所以需要稍微付一点点的铜板价，能够试喝到一杯。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无料这个，刚刚阿姨已经先喝了。其实我不太懂我就随便好了。用脚踩，用脚踩。好酷，我用脚踩的。阿姨喜欢喝酒，我阿姨说那个清酒好喝了。那我刚刚喝的是这个叫做玉烧酌，它也是蛮好喝的。其实比起清酒，我更喜欢这个一点。面前的都很赞，好不好？我们上次在新系要投币的已经喝得这么开心了，这次来这里完全是免费的。这个叫做观光见学，其实就是个观光工厂的意思，它就在模拟酿酒的情景。它其实里面呢是个球池，还蛮好玩的，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。然后你要泡进去当锅烧意面哦。这个竟然是一个澡盆哎，好酷哦，好像锅烧意面的锅子哦。哇，这些限定的也太棒了吧！这边除了清酒之外，还有卖很多跟清酒有相关的这个产品。那我买了一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浸泡过清酒的蛋糕。有这么大的鲤鱼在这里面啊，而且它们超大，都是静止不动的样子哎。这里是肥前冰宿的其中一间古宅，那其实它做成一个游客中心，那你就可以进来参观一下。一路上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店啊、咖啡店，其实我觉得都蛮有味道的。反而是这种小地方的景点啊，我觉得比那种很多的名胜来说的话，我们会更喜欢一点。
在来到佑德道和神社，然后一进来呢，其实两旁就是商店街，还有一些摊贩。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始吃了得不亦乐乎的。很可爱哦，这是可爱的鲶鱼是不是？碰到吉古拉，对啊，好酷哦。其实人家是叫吉古瓦，在基隆没有吃到的现烤吉古拉，竟然在这里吃到了。那人家的竹轮呢，其实日文叫做吉古瓦，然后后来传到台湾来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吉古拉这样的音译。那其实竹轮就是吉古拉是一样的东西啦。来试试看正统的。但是又厚又有弹性，而且它的表皮呢，烤过之后呢，就是会有一种不太一样的触感，然后非常的香。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. Never think about going.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? 我们现在来到三大道和神社之一的佑德道和神社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呢有去过京都的福建道和神社，相信很多人都有去过。那现在我们就有一点像是收集景点的概念呢，就是把那个三大一一的给它收集起来。而且来到这边呢，我觉得满满的都是那种朱红色的景象映入眼里，很像动漫的场景我觉得。人们来到佑德道和神社，主要是来祈求财运的。那我觉得其实也特别适合我们，因为如果你是商人啊，或者是自己创业的人，对，就是可以特别来这边。然后听说呢，可以祈求这个神奇的财运，到底是有多灵验，可以称作神奇的财运啊？我刚刚祈求我们今年有源源不断的案子，源源不断的财运，源源不断的灵感。今年就让我们当个庸俗的人吧。看来想要拥有神奇的财运，还需要一点体力跟耐力，好高哦，这里。刚在下面看玉手看了好久，就是没有想要下手的欲望，结果上来就看，上面的玉手比较可爱，比较漂亮。这个小小的金运手有没有超可爱的？大家来到这边呢，不要忘了来千本鸟居拍拍照，这个可是道和神社的特色之一哦。那这个千本鸟居的形成呢，据说是某一个时期特别流行用建造鸟居这个方式呢来还愿啊，或者是祈祷。那所以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鸟居只要越多，就代表这个神社它越灵验。这个鸟居的颜色啊，从上面啊到下来越来越光鲜亮丽。上面应该是还愿的学长啊，下面就是学弟，慢慢这样子盖下来的。哪一天盖到山下这一间，哇，超级灵验。来求财运的人是千万不可以偷懒的。你在下面都拜了，一定要上来走走，连上面的一起拜。你看哦，而且这里可以登高望远，这样表示呢，就是你的事业也可以一起登高望远，更上一层。Deep into your eyes, you came to me with. 不想付出努力的人，你也可以付钱，然后就可以坐电梯上来，而且他还用一个运气上升的名义，让你不得不做。太厉害了。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. 今天晚上本来要去住云仙的温泉饭店，可是呢，路途中发生点意外，路封了，我们进不去，所以就临时找了这一间，叫什么名字啊 ？Hotel Flag， 超棒的，因为呢可能是晚鸟价，我们临时订一个晚上，这个是双人房，11000日币而已，11500，大这个行政套房的大小。哦，它玄关也很大。好舒服哦，140的床，真的很大哎！你看后面都是厕所啊，而且都是干湿分离的。这边是厕所，然后呢有个更衣室，再来里面是浴室，还是有浴缸的哦。哇，走给大家看，你看，哇，干湿分离。这个洗手台兼脱衣场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，一个人淋浴，一个人泡澡也是 OK。
呢是4大2小出游。这间房间它的大小其实住得下我们2大2小，但是因为房间那个价钱计算的问题啊，小孩已经算成成人的价钱了，所以我们技术性的订了2间房间，加上我妈妈的那一间，总共是3间房间，反而比2间房间还便宜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真的狼狈，就先这样子啦。这间我觉得蛮推荐的。还是小小的交代一下，今天狼狈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距离云仙这个地方呢，只有7公里的路程的时候呢，突然基本上是唯一的道路了，整个被封起来。然后我们在山上绕了大概有1个小时之久，后来决定放弃，我们还是下山找地方住吧。整个饭店一进来，大厅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它有提供免费的 mini bar 24小时的，再来呢是有2个时段。是有 happy hour， 有免费的酒可以喝。然后我觉得温泉也还蛮厉害的，我们等一下去泡，但是我没办法拍给大家看了。好了，就先这样了。哇，这个窗户也很大哦。这里是大屿海中鸟居，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就是相传从前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官员呢，他被关到小岛上去了，然后只要潮汐一上升呢，那个小岛就会跟外界与世隔绝，所以他就每天向大屿请求说，拜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出去？那有一天他终于被释放出来之后，为了感谢大屿拯救他，他就盖了这个海中鸟居还有神社。这个地方它是位于佐贺县的太良町，据说呢，这个地方它的最大潮差能够达到6公尺之多，所以呢又被称为是最能看见月球引力的小镇。现在是涨潮的时候，如果是退潮的话呢，可以从这里一直走到那边去哦。下午3点就会退潮了。脚下其实都是牡蛎壳，踩起来很好听哎。现在从旁边已经可以看到退潮的样子了，路有点露出来了耶。你要不要去走一下？不要，现在会湿掉。上都是那个鹅啊卡，然后还有扇贝壳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日本老婆，然后叫我老公不要跪算盘来跪这里这样子。而且现在这边一大堆的时候就连一个都不会有动力想要去捡它。那台车子，它应该就是等一下退潮的时候要开过去里面采收牡蛎的。那我们远处看到一根一根的它应该都是养牡蛎的地方。镜头那边看看吧，就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摩西分海的感觉。而且我一直觉得它会淹上来，可是其实它现在在退潮了。对。我之前有看到影片那个车子都会这样开过去，觉得很酷，很有趣哎。对好想要等一下把车开过去哦。算了，太危险了。Sunlight dances on the balcony as I wait for thee to come home. I fumble my words, yeah, my mind's a mess when you're in that dress. Glad you're home. Will you stay with me and never leave?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 am glad you came. 烧烤餐厅叫做海盗丸，其实在这一带的海岸呢，有非常多像这样的烧烤摊，那里面呢就是卖一些生的食材，那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做炭烤。那这个地方它就在这个刚刚海中鸟居的旁边，跟它是一起的。然后这家评价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取个方便，就近在这边用餐。我们今天选择坐外面，因为里面好昏哦。这个形式呢，其实叫做牡蛎小屋。那很多人都会跑到伊豆西马，就是密岛或者是私岛的这个地方去吃。可是呢，其实牡蛎小屋的发源地是这个地方。
来到这里必定要吃的就是牡蛎，还有竹崎蟹。那每一样东西呢，它其实都有明码标价，所以你消费起来是特别的放心。除了烧烤之外呢，它这边其实有现成的熟食可以点。你看，像这边有蛮多的定食，我们等一下来点一个蟹肉腐饭试试看。哦，这边已经开烤起来了，哇，哇，哔哔啵啵了，我有超能力哦！哇，我会超能力。有吗？有出烟吗？有。啊，这个画面太诱人了吧，还沾了一点酱油，这其实本来就很够味了。是鲍鱼沙西米，太诱人了，赶快来吃一下吧。我觉得你看跟那个我们去那个叫什么？济州岛，对，吃起来不一样吗？这个比较好吃，因为毕竟它有经过比较精细的处理，然后那个济州岛它就是上来水冲一下，所以那个海水的咸味太重了，这个还是比较鲜美一点。海水很咸的时候会变苦的这样子。鲍鱼沙西米拿到扇贝壳上稍微烤一下，更软更好吃。这螺的沙西米应该也是超好吃的。贝的沙西米非常脆口哎，好好吃哦。我还是喜欢吃烤的，来点酱油。这个酱油很好吃哎。你试试看这个有没有比北海道好吃？我觉得应该很难吧，北海道的北海道大概1/4的价格而已。好像很烫的感觉，哦。跟北海道比起来呢，其实我觉得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的。但是我们在北海道吃的时候，那是一家休息站，它就是卖水产，然后有提供个烧烤的服务给你。但这里毕竟是一间餐厅，所以我觉得它在食材的处理上是更为细致的。是竹崎蟹，它已经帮我们煮熟了。你可以选择你要自己烤，或是它帮我们处理。那它帮我们处理看起来是真的，不错哎。用蒸的一定是最好吃的。它还没有煮熟，是蓝色，所以人家说它是蓝蟹这样子。哦，好好玩哦，它还在动哎。哎呦，哦！这个是螃蟹腐饭，好香哦！全部的那个贝壳、那个蟹都煮进去了。搅拌一下，哇，好香哦！其实一份不少因为它的锅子还蛮深的。这一份好像1700还是1500，还不错。想要点腐饭的话呢，一开始就要决定了，因为这要等半个小时哦。我们吃个饭出来就完全退潮了，可以走过去了，好玩呢。都可以看到这么远嘞！我们去看看，哇，它真的要开过去了，然后那边已经有车停在那边了。1个多小时就可以退潮，对，这样感觉真的从那个落差很大，是真的。不愧是月球引力影响最大的地方。I fumble my words, yeah, my sadness when you're in that dress. Glad you're home. Will you stay with me and never leave?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 am glad you came. Glad you came. When you're not around,这里是五熊温泉，这个地方呢发展的非常的早，据说呢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，而且那些很有名的人物，像伊达政宗啊、宫本武藏，都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来。这里到处都有温泉可以泡，而且呢，你有很多种房型啊，或者是大小可以选择。对，这时候每一间都是不一样的店家。
到这个地方呢，主要是要看这个楼门。那这个楼门呢，它的设计师跟东京车站的设计者呢是同一个人，叫做成野金吾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这边看到五熊温泉的旧馆，旁边还有一个新馆，新馆一样也是成野金吾所建造的。你认识一个人叫成野萧何吗？那个人叫做萧何。如果你想要泡温泉的话呢，要去旧馆。新馆的话，现在其实是有点像北投的温泉博物馆那个样子。那其实它的历史也都有大概110年左右了哦。我们继续参观一下，去偷看一下南汤，这辈子大概就只有这次机会了。你会不会太兴奋了一点？这里就是南汤的浴池，哇，这个浴池是大理石的哎。我觉得它这里面整个很像我们北投的那个龙奶汤百年温泉，真的。哦，龙奶汤。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浴室叫做五钱汤，现在这个叫10钱汤。他们的屋顶呢都有一个八角形的天井，然后听说这个池底它的这种陶制的瓷砖呢，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丰臣秀吉颁布的一个有点像温泉的公文的东西，然后上面写着说，应该是泡温泉的人不要为难当地人，还有每个人呢泡温泉要付5文钱。再来是说，虽然需要使用很多的柴火，可是你不可以砍伐住宅附近的这些树木。不愧是丰臣秀吉，讲话超有分量的。这个是一个个人贪污的概念，没想到这么久以前就有这样子的。然后刚刚导览上面看到说，这个泡汤的费用是20钱，所以刚刚的5钱汤跟10钱汤呢，应该表示的就是你要付的费用吧。像我们去看过北投温泉博物馆，也是有像这样的大通铺榻榻米，它其实是让你在泡完温泉之后，可以在这个空间稍作休息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很多温泉啊，日本温泉啊，你付钱进去都有这样的设施。我们频道有很多的男观众，不带他们去看一下女汤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多了。我妈他们在附近乱逛，买了一个豆腐的点心回来，我们吃吃看。小子已经在吃了，吃得很开心。小子有好吃吗？你看，很酷，它有一点像麻糬的口感，跟冲绳那个一样吗？有点像哦，更麻糬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口感是一样的，但是口味不同。这里是五熊市图书馆，里面非常的漂亮，大量的这种木质氛围。然后它1楼呢是有跟鸟屋书店合作，而且还有星巴克，你就可以在这边喝咖啡啊，休息一下，感受这种悠闲的气氛。重点是呢，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旅游网站呢，都有这些资讯，然后告诉你说这是佐贺必访的景点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碰到了非常多的台湾游客。整个书店里面呢是有限制拍照的区域，所以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在那边摄影的。那我们就站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从2楼这里看下去呢，下面安静但却热闹，人还蛮多的。那我们站在这里呢，就有一种好像独立于喧嚣之外的感觉。虽然说这边的书都是日文的，但大家来书店真的都是来看书的吗？还是都在看那些有的没的小东西？像我就是进来拍的，我只能在现在这个区域拍东西而已。Stay in this moment, never think about going, won't you stay with me for 我们一般在图书馆里面看到儿童阅览区，就是一区一区的，可是这里呢，它是独立另外一个空间，这是另外一栋喽。我觉得这样很棒因为这样子家长跟小孩能够真正的放心，小孩就算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跑来跑去，也都觉得很 OK 而且比较不怕吵到，不是亲子的人这样子。这里是五熊神社，拥有1200多年的历史，太厉害了！我们那边只要100多年就已经是历史悠久，这里竟然有1200多年。那来这边主要是祈求五运，还有开运解厄。可是呢，现在来说五运的话有点难想象，可能以前的人比较需要防身舞刀挥剑什么的，对，武功高强这一方面的。那现在可能你需要点想象力，要点引申意，才会知道应该要祈求什么样的东西。其实五运应该就是类似像运动啊、体育这一类就可以了。有一个好小好小的鸟居，它其实是一个路障，超可爱的。
个参拜方式有点复杂哎，它要左脚先踏过逆时针，再右脚踏过，再顺时针，再左脚踏过，再顺时针，然后走回来鞠躬2次，再拜1次，然后再鞠躬1次，有够复杂。感谢同整啊！真的有这样子去走过了，我看他脸上表情都蛮尴尬的。哎，你去走啦，我用快速度放给大家看，撞到人了。然后最后的动作。应该是要拍手2次的，刚刚讲错了。好 ，Go！ 哎，最后要过去吧？没有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哦。这边有这种2年一览表，看起来他们也是有犯太岁这样的说法。哇，你几乎所有有御守的地方都要买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不买则已，一买你只会继续的持续下去而已。这个是我帮我妹妹买的，她超喜欢拉拉熊，一对直接帮她收集起来。然后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这种金运手，它做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玉手也很特别，它叫鹰手，可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。我知道它特别在哪，特别漂亮。因为这里是祈求5运的地方，所以有特别设置射箭场。这应该是一种破除厄运的仪式吧。我们之前归纳出一个神社必有的特点，就是树木超级高，这边就有这样的特质。参天大木。五雄神社的另一个大看点是这一棵树龄有3000岁的大楠木啊，3000年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，可是对他来说是一段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很漫长的岁月。你想想看，今年才2025年，所以它西元前就已经存在了耶。我刚刚看日本人都这样拜，哎，手举高高的在天上，然后再往下放，这样有一种好像在吸收天地灵气的感觉。这里跟五雄图书馆呢，其实就在隔壁而已。你可以把车子停在五雄图书馆那里，然后走上来，一定要一起参观的。好啦，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啦。下一集开头就会带你开箱一间超划算的温泉饭店，2人1不20，自助式海鲜吃到饱，1晚竟然不用台币4000块。看完包准你以后只想出国玩啊！欢迎大家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加热推，我们下集见。